那个山头叫日光岩，站在它的上面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台湾的金门岛，包括整个鼓浪屿的全景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很多来厦门旅游的游客呢，从来都没有上去过日光岩。为了弥补大家这个小小的遗憾，今天阿波就带你们上一次日光岩，走吧。这里呢就是日光岩的入口，从这边登上日光岩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生活卡。在登山的入口呢有2个字叫晃岩，晃岩，据说呢也是日光岩当时名字最早的来历之一。当时郑成功来到鼓浪屿的时候呀，猜晃字为日光2字，所以把这里命名为日光岩。那个山门就是当年郑成功反清复明所留下的一个寨门。这个门如果个子高一点的进去一定要低头。你看我1.75米的个子啊，刚刚好，所以这个门的高度一定是1.75米左右。这里登上去之后呢，会看到一个天然的山洞，山洞上写了4个字叫古避暑洞。从这个山洞直接穿过去呢，对面就是大海。哇，走进这个避暑洞，瞬间就觉得特别的凉快了。今天的天气温度大概是33度，还是有点闷热，但是这个天然的石洞里面非常的凉爽。上来之后就能够看到海阔天空。这里只是日光岩看风景的一小撮而已。这边有4个字，叫日月聚玄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想一想，这个地方曾经是郑成功屯兵练兵的场所。日月聚玄，日月组成一个字，就是明天的明，也是明朝的明。郑成功是明朝的孤臣，反清复明，就是希望他早日能够看到日月聚玄，希望他能够复明成功的意思。这个是当时蒋鼎文写的：日光岩石累累，环海梯天成玉垒，上有浩浩之天风，下有泱泱之大海。那边有个小岛啊，叫大屿岛，其实它的形状更像一只凶猛的鳄鱼躺在海上。你走近一点看一看，鳄鱼的头、鳄鱼的腿、鳄鱼的身体都非常的形象。从这个楼梯上去了，就可以登顶日光岩了。上面不仅仅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台湾的金门岛，在那个位置就是曾经的非常繁华的漳州粤港，那边就是福建的漳州了。再往右边就是厦门港。我们已经登上日光岩了，这里看到的就是整个鼓浪屿的全景。远处那2栋高楼呢，是厦门的海峡世贸双子塔，是厦门目前的第2高楼，像2把弯刀。其实呢，它是2艘帆船即将扬帆起航，代表厦门能够越走越远，越来越好。在帆船的前方呢，有一个小岛，那个岛呢叫金门岛。金门岛呀，其实是有14个岛屿组成的，有大金门、小金门、大丹岛、二丹岛，在海上一字排开，犹如固若金汤之门户，所以被称为金门岛。金门岛上呢，现在还有人在居住，人口呢大概5万人。可能有些人会问，当年我们在炮击金门的时候，金门岛上的居民是躲在哪里呢？那肯定是防空洞了。金门岛下面很多都已经被挖空了。你要知道，防空洞如果待久了，很容易得风湿，所以当年很多人都患了这个老毛病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山东的人什么事都没有，他就是很奇怪了，去调查才知道，原来他们经常用一条根煮水喝。一条根呢是金门岛上特有的一种植物，用它煮水能够抵御风湿，所以那个山东的人什么事都没有。后来科技发达了，大家就把一条根呢里面的精华得到充分的萃取，做成了一条根的精油喷雾。腰、腿、肩、颈、头、胳膊哪里不舒服你就往哪喷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有这种症状或这种情况的话，赶紧把一条根的精油喷雾带给你或者你的家人吧。我们来看一看身后，身后那个位置呢，它是整个日光岩的最高处。我们现在呢站在那个最高处，来给大家环视鼓浪屿日光岩1周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平台呢，就是整个日光岩最高的地方，92.7米的位置。来看一看前面，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只鳄鱼，叫鳄鱼岛。鳄鱼岛的方向呢，在鼓浪屿的近处，那是以前的内厝。鼓浪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小岛，但是岛上呢也分贫民区跟富人区。内厝在以前呢就是鼓浪屿的贫民区，那我现在在的日光岩周围就是以前鼓浪屿的富人区。那边还有个山头叫笔架山。1921年，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先生呢，他就是住在笔架山的山顶上。那栋房子呢，现在是归厦门大学所有的。鼓浪屿上也有学校，看到没？那个是目前的厦门市第2中学，红色的屋顶，正方形的红色屋顶。在红色屋顶的前面呢，有一个拱形的屋顶，那个呢是八卦楼。鼓浪屿上在1907年的时候，在1907年就已经建造的一栋
啊，非常大气的别墅。那个地方有一个足球场，中国第一个足球场，也叫洋人球铺，现在是鼓浪屿的人民体育场。在足球场的边上是钟南山院士的外婆家，漳州路的64号。那他们外婆家对面呢，有3栋房子，中间那个叫钟楼，两边呢各有2栋副楼。这个呀可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，是中国首富黄一柱先生呢1919年的时候回到鼓浪屿所建造的3栋房子。鼓浪屿上的房子呢大概有1400栋以上，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鼓浪屿的全景房子是非常多的。下面呢我录一个鼓浪屿完整的景色来给大家欣赏。